非有消息，网传3月4日晚间，某航班起飞前往首尔后不久，机长突发疾病失能，副驾驶在呼叫 Mayday 之后乘坐驾机超重落地，事后场务紧急检查跑道，道面正常等等。我们经过核查发现确有这件事儿，但其中有2个细节可能还需要更多了解。一是超重程度可能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，二是关于网传的抽搐、口吐白沫。本次涉事的机型是空客 A320-200 型，机龄 12.8 年。网络资料显示，这种客机的空重 42.6 吨，最大起飞重量78吨，落地时允许的最大重量是66吨。落地限重与飞机的设计有关，主要是考虑飞行过程中会大量的消耗燃油，这样着陆时飞机的着陆重量会远低于起飞重量，因此飞机相对来说没有必要把承重搞得过于扎实。过于扎实的起落架和机体结构的弊端就是会增加飞机的重量，反噬经济性。但这样确实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一旦起飞不久需要降落，就必须抛弃一部分的燃油，直到符合落地重量要求为止。咱们去年介绍过英航的一架 A380 在新加坡起飞后不久发生故障返航，飞机在空中绕飞了5个小时放油。当然，飞机并不是超重了就完全不能着陆，超重着陆可能会导致飞机的起落架和结构产生损伤，需要认真的检查。空客 A321 客机没有放油口，当时为了拯救生命也没有办法盘旋耗油。更要命的是，如果病人身体僵直卡死了某个机关，可能会带来飞行风险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副驾驶呼叫了 Mayday 是合适的，这个时候也只能超重着陆了。但是考虑事发地距离首尔只有2小时航程，相信这架飞机装载的燃油不会很多。这架飞机只有158个座位，满员时每人体重连同行李按100公斤计算的话是 15.8 吨，再加上10吨燃油，共 68.4 吨。当然机腹货舱可能还有其他的货物，但估算下来超重应该不会很严重。当天晚上的航班更换了飞机，当事飞机目前还在检查之中，估计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朋友们可以关注它何时恢复使用。另一个问题是口吐白沫、浑身抽搐，这听上去是羊角风的症状。癫痫可以开飞机吗？当然不行。全球民航都非常关注飞行员的健康问题，每年都有体检，发现癫痫是要被拒绝的，很多的生理指标不合格都不会续发飞行执照，包括高血压和中耳炎等。但是癫痫这种疾病比较麻烦，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它的原因，只知道它是大脑疾病，与神经元异常放电有关。癫痫有较强的隐蔽性，可能几十年好好的，却突然犯病了。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件事代表系统性问题，而且究竟有没有超重，是不是癫痫，也还要等待正式的调查结果。全球民航每年都会发生飞行员失能，有令人驾机返回的案例，比如咱们前面介绍的2024年的12月4日，加拿大西捷航空的班机从卡尔加里飞往温哥华途中，副驾驶失能，由乘客飞行员协助完成了航班。2023年的3月，美国西南航空的班机从拉斯维加斯飞往哥伦布市，机长胃病失能，在副驾的驾驶下，飞机安全返航。所以机长和副驾驶都经历过全套的培训，都成绩合格，都可以安全地将乘客带回地面，大家不必担心。不过国外有人提议实行单人制驾驶舱，昨晚的案例可能会使更多人支持，还是双人的好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